本来呢，我们只需要掌握对数函数和指数函数是一对互为反函数就够了。但是为了更加清楚的到底反函数你是怎么回事，所以我们就拓展了一下，专门研究了一下反函数。好，反函数是必须的是单调的，单调增、单调减都可以，单调的一个 x 唯一的对着一个 y， 一个 y 唯一的对着一个 x 这样的函数才有反函数，其他的函数是没有反函数的。步骤就是反解出 x， 把 x 和 y 交换位置，标注定义域啊。还需要知道的就是一对互为反函数，它们俩的图像关于 y 等于 x 对称。最后一点要知道的第6点就是它的符号叫做 f 逆 x。好，所有有关反函数我们学到这儿就足够了。下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讲幂函数。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们继续来做有关反函数的问题。大家看下边的这个题，已知函数 y 等于 2x 减 m 分之 x 减5，它的图像关于直线 y 等于 x 对称。上节课呢，我给大家讲了一对互为反函数的图像，它是关于 y 等于 x 对称的。如果两个函数的图像关于 y 等于 x 对称了，那么它们也一定是一对互为反函数。好了，既然这个函数的图像它的图像关于 y 等于 x 对称，那么我就可以把 x 反解出来 ，y 倍的 2x 减 m 等于 x 减5。然后是 2xy 减去 my 减去 x 等于-5，这是公因式，把 x 提出来 2y 减1，把 my 移过去 my 减5，所以我的 x 就等于 2y 减1分之 my 减5。我硬是把 x、y 交换位置 ，y 等于 2x 减1分之 mx 减5。所以呢，只有一对互为反函数，它的图像才关于 y 等于 x 对称，那就说明y 等于 2x 减1分之 mx 减5，它与y 等于 2x 减 m 分之 x 减5，它就是一对互为反函数。既然这样，我观察这个式子 2x 减1 2x 减 m， 所以我想 m 应该是1。我再观察上边1倍的 x 就是 x， 分子是 x 减5。所以我就顺利的求出 m 的值，它是等于1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做一道题。我们看下边的这个题，下边的这个题是个图像的题。设这个函数 f(x) 等于2的 x 次方加1，它的反函数。好了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反函数的写法。如果原函数写成 f(x) 的样子，那么它的反函数就写成 f(x)， 上边写个小负1，我们把它读作逆，f(x) 这个呢就读作 f 逆 x，f 逆 x， 这是原函数的符号，这是它的反函数的符号。好，这是 f 逆的 x。你看，给了我原函数 f(x) 等于2的 x 次方加1。它单调，加1不影响它单调。既然你是单调的，你就可以求反函数。这是第一条，我要判断是不是一个 x 对一个 y， 一个 y 唯一的对一个 x， 是不是单调。好。
好了，它是单调的，而且 x 是属于 r 的，所以它有反函数。那你的反函数怎么求啊？把它写成 y， 然后把移过来，我要反解 x，y 减1等于2的 x 次方。反解出 x， 这是指数式化成对数式 ，x 就等于 log 以2为底 y 减1。到这就结束了吗？当然没有。反解出来以后，一定把 x 写成 y， 把刚才式子当中的 y 写成 x。我这么写完了以后呢，我就说这个函数和它是一对互为反函数。所以原函数是 f(x)， 那它显然就是 f 逆 x。反函数的解析是我求出来了，那它的图像是谁呢？那你就先考察 y 等于 log 以2为底 x 呀，它是穿过10单调递增，你把它的 x 写成 x 减1了，动了 x， 它就左右移，口诀是加往左移，减往右移，所以它是穿过10单调递增，向右移了一个单位，显然它就穿过2都0单调递增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，向左移了。这个呢，虽然它穿过2都0了，它原来的图像是穿过1都0单调递增，它无限的和 y 轴逼近。当你向右移的时候，那你应该是和 x 等于1这条直线靠近。所以谁是正确的呢？显然 A 是正确的。那我要标注定义域啊，当然整个你看你的这个 x 就是原函数的 y 呀，这个 x 就是这个 y， 这是原函数的 y。原函数的 y 是个啥样的数啊？大于1的数因为它是指数函数，穿过0、1单调递增，向上移了一个单位，它是这样的，它无限的和 y 等于1这条线靠近。原来呢，它是无限的逼近 x 轴的，向上移了一个单位，所以它的 y 是大于1的，正好是它的定义域，原函数的值域就是它的定义域，所以 x 大于1。我们从图上也可以看到，它的 x 是在1的右侧取值因为 x 减1的确保大于0，所以这道题选 A。 好了，我们再看一道题。下一道题，你是函数 y 等于 f(x) 的图像和它的图像关于 y 等于 x 对称，好吧？一对互为反函数的图像关于 y 等于 x 对称，既然 f(x) 的图像和它的图像关于对称了，说明它俩是一对互为反函数。所以我要在 y 等于 2x 的基础上反解出 x 就等于 log 以2为底 y， 反解完了还没完事儿，把 x y 交换位置 y 等于 log 以2为底 x。 最好标注一下定义域，它呢是指数函数，它的 y 是大于0的， x 是属于 r 的，而对于我来说呢，我的 x 是大于0的，而我的 y 呢，它是属于 r 的，无限的延伸。好了，他说gx 是奇函数，gx 是奇函数，我现在求的它是谁呢？它是 f(x) 等于 log 以2为底 x。那么 gx 它是另一个函数，它等于 f(x) 加 x， 也就是 log 以2为底 x 再加 x。题中让我求的是继父式，那么我带到这里来显然
我是不能够带到现在的解析式当中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你看 x 大于0的时候 ，g(x) 才等于它 ，x 得取正数，你才可以往这里边带。现在是不可以的，但是呢，我知道 g(x) 是奇函数，那我就多写一步，因为 g(x) 它是奇函数，所以 g 负4它就等于负的 g4，负号落下来不动，符号落下来不动 ，g4 带到这里来，带到这里来 ，log 以2为底4，再加上4，2的平方，平方拿到前边来，所以它是负6。好了，这道题呢，我们就做到这儿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。好了，下一个题，已知 a 是属于 R 的 ，f(x) 等于 log 以2为底 x 加 a， 它的反函数是 f 逆 x， 然后它给了我 f 逆2等于1，好，让我求出它的反函数，反函数的自变量取2，求相应的 y 值。那这道题我就有2种办法可做。第一，我就老老实实的把你变一下，你现在不是 y 等于 log 以2为底 x 加 a 吗？然后呢，我就2的 y 次方等于 x 加 a， 然后呢，2的 y 次方减 a 就等于 x， 然后把 x y 交换位置，我先写 y 等于2的 x 次方减 a， 我就说这个函数与它是反函数，所以它就是 f 逆 x。那么他要让我求，他说 f 逆2等于1，f 逆2就等于2的平方减 a， 它是等于1的。2的平方是4，把1移过来，所以 a 是等于3的。我可以这么求，但是这里边呢，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啊，我不想写这么多，过程一冗长就容易丢分。我怎么办呢 ？f 逆这个函数，你反函数里的 x 是原函数里的 y， 反函数的 y 值却是原函数的 x， 所以呢，我就反着带，反函数里的 x 是不是它的 y？ 所以2等于 log 以2为底，反函数的那个 y 是不是原函数的 x？ x 加 a。马上2的平方就等于 x 加 a， 这个 x 是1，这个 x 是1，它是等于4，所以马上就得到 a 是等于3的。你看这步骤要比它少很多。好了 ，a 等于3，我们知道了 f(x) 就确定了。log 以2为底 x 加3，解析式都有了，要让我求 f5， 那么它就等于 log 以2为底，5加3是8，8是2的立方，立方拿到前边来 log 以2为底2是1，所以它就等于3。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又给大家做了几个有关反函数的小题啊。本来呢，我们只需要掌握对数函数和指数函数是一对互为反函数就够了。但是为了更加清楚的到底反函数你是怎么回事，所以我们就拓展了一下，专门研究了一下反函数。好，反函数是必须的是单调的。单调乘、单调减都可以，单调的一个 x 唯一的对着一个 y， 一个 y 唯一的对着一个 x， 这样的函数才有反函数，其他的函数是没有反函数的。步骤就是反解出 x， 把 x 和 y 交换位置，
标注定义域啊。还需要知道的就是一对互为反函数，它们俩的图像关于 y 等于 x 对称。最后一点要知道的第6点就是它的符号叫做 f 逆 x。好，所有有关反函数我们学到这儿就足够了。下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讲幂函数。